朋友们好，今天是2月7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在经历了多天的沉默以后呢，徐州市委市政府的一个联合调查组呢，在今天是正式的以徐州发布的方式对徐子巴，也就是徐州那位引发了全球舆论风暴的用铁链锁喉而又生下了8个孩子的母亲呢，给出了徐州市级政府的一个官方调查结论。这个结论呢，它是在大陆时间的2月7号的深夜11点才公布出来的，立即就引发了新一波的舆论海啸。仅仅才50多分钟啊，在徐州发布的官方微博下方就有了至少是22000多条的评论，而有超过52000多次的转发。而到我直播这期节目的时候为止呢，已经有了52000多条评论和超过11万次的转发了。那么在这波汹涌的舆论风潮之中呢，我们看到网友几乎是一边倒的都在对徐州发布表达一种强烈的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条高赞的留言是这么说的：你以为大家都睡着了，但是每个人都醒着。我反复的看了这第3份的官方通报，看了好几遍，同时呢也对比了一下此前的2份通报。那么到目前我所得出的结论呢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这份通报呢，它是一份破绽百出的，在公开的愚弄大众智商的，不管你信不信，只问你服不服的这样一份通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份通报的关键内容。徐州通报啊，是徐州市一级政府首次对徐子巴事件给出的一个官方正式结论呢。那么在这份通报之中呢，徐州官方他给出的关键信息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调查组说是通过查阅了董志明的婚姻登记申请资料，发现其中含有云南省扶贡县雅谷村的这么一个字样，于是呢就派人前往云南进行核查。现在呢，通过这个雅谷村的干部以及村民对比了照片和口音，因此就确定了徐子巴的身份，说他就是这个雅谷村的村民，原名叫做小花梅，而且他的父母呢都已经亡故了，家里没人了。第二点呢，就是说根据相关人员的回忆呢，说这个小花梅在1994年嫁到了云南省的保山市，在1996年离婚以后又回到了雅谷村，当时就已经说表现出言语行为方面的异常。第三一点呢，说同村一个叫做桑某某的女子就声称说，当年她是受小花梅的母亲所托，带着小花梅到江苏去治病，并且还要同时给她找一个好人家给嫁了。那么两人从这个云南省的昆明市乘坐这个火车到达了江苏的东海县以后呢，这个小花梅就走失了。当时呢，这个桑某某呢，他既没有报警，也没有告知小花梅的家人这个情况。第四一点呢，就是这个徐子巴他的牙齿脱落的原因呢，说是因为是重症的牙周病所致，其他的健康指标呢都是正常的。第五一点，就是说经过了南京医科大学的司法鉴定所的这个 DNA 的鉴定呢，说这8个孩子都和董志明与徐子巴呢全部都是符合这个生物学的亲子关系的。第六一点，就是这个公安部门呢有对董志明是否涉嫌违法犯罪的状况呢依然还在进行调查，有关情况呢将在以后适时的公布。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徐州官方对这个人民所给出的一个交代了。但是实际上，我认为他给的是一卷到此为止的封口的交代，因为这里面的疑点实在是太多了。首先，第一个疑点就是我们简单的对比一下，从丰县到徐州这2级部门所给出的3份通报就可以看到。第一份通报呢，说这个徐子巴他是本地人，他是正常的结婚，所以呢不存在拐卖问题。第2份通告呢，这个措辞就已经发生变化了，说这个徐子巴她是一个流浪女，不知道她是哪里人，也不知道她的父母家庭的情况，她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出来，都不知道的，所以呢被董家收养了2个月以后呢，就正常的登记结婚了，所以这也不存在拐卖。那么第3份通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他说得很清楚，说这个婚姻登记资料里面是明明白白的记载的这个徐子巴的家庭地址，一核查呢马上就对上了，于是呢这个徐子巴的身份迅速的就被锁定了。
大家有看到了吗？这3份通告它明显就是一种相互矛盾的，是3种不同的说法，对吧？我们很难想象啊，说查看同一份的婚姻登记资料，3个调查组的人居然会给出了大相径庭的3种答案。是他们不具备基本的小学生级别的识字理解能力呢，还是说另有什么难言之隐呢？第2个疑问呢，就是徐州警方啊，他们说仅仅凭着照片的比对和这个徐子巴的口音，他们就确定了说他就是云南省扶贡县亚古村的村民的这个身份，而且呢还是一个父母双亡的20几年前就已经失踪的孤儿。也换句话说呢，他们已经是无法进行 DNA 的鉴定了。这种死无对证的情况呢，它其实很容易存在着相当大的误差率，对吧？这个是一个常识性，我们都知道的。那么我就奇了怪了，就说四川那位失踪的李莹，我们看到他与徐子巴的这个照片比对，他同样在外貌上面是极其的相似的。而且呢，这个李莹的父亲虽然已经过世，但是呢，他的母亲是仍然健在的。为什么徐州警方他不经过这个 DNA 的鉴定来排除一下这种人为肉眼平时看照片去鉴定的可能存在的误差呢？第3个疑问呢，就是小花梅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也都听到了，它是非常罕见的，这究竟是当地人称呼的一个小名呢，还是说是他正儿八经的一个姓名？因为我们去查了，在百家姓中呢，它的确是有姓小的这个姓，但是这种姓的人数是极其的稀少，极其罕见的。对这一点，我们看到徐州官方通报对此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楚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啊，如果徐州警方说在云南当地就已经确认了徐子巴的身份，说他就是亚古村这个人，那么查阅这个小花梅的户口登记资料以及当地派出所的那个身份证的资料的，它是应该是最基本的，而且是必须的一步工作，对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查到他的一个出生的日期究竟是哪一年，他94年结婚，以及他98年结婚的时候，他究竟是多少岁，他是否是未成年，只有这些情况才能搞清楚。而这些年龄的信息呢，它是认定是否存在着强奸罪的关键。但是这些关键信息，我们看到徐州警方居然是只字不提，语焉不详。第4个疑问，这份通报呢说，这个小花梅她在云南的时候就已经是精神不正常了。当她流浪到了江苏，被董家得手所谓的收养的时候呢，她都是仍然无法说清楚自己简单的3个字的名字的。但是呢，她却可以精准地记住了云南省扶贡县亚古村这么一长串复杂的地址信息。那么这个徐州官方，他以为全世界的民众都是智障呢，还是白痴吗？而且啊，既然如此关键的一个查验身份的信息，它就明明白白地记录在那个结婚登记的信息之中，为什么此前丰县2次的官方通报对此都只字不提呢？而是还出现了说他是本地人，还有就说不知道他是哪里来源的外来流浪女的2种不同的说法呢？第5个疑问呢，这个通报说那位桑某某，他是受了小花梅的母亲之托，把她带往了江苏去治病，并且呢还要顺便帮她找一个好人家给嫁了。且不说这种死无对证的一面之词，警方为什么先不排除一下这个小花梅很有可能是被桑某某拐卖的嫌疑啊？立即就对桑某某的说法予以了采信。我们就算是这个桑某某吧，他是好心啊，受托要带领这个小花梅一同前往江苏去治病。那么在这个小花梅到了江苏东海县又走失了以后呢，这位热心助人的桑某某却居然既不报警，也不通知小花梅的家人，就是任由小花梅她自生自灭了。这里面的奇怪之处，难道不值得去深究吗？第6个疑问呢，就这份通报呢，他说在这个徐子巴入院检查的结果呢，表明说他的这个牙齿脱落呢，是因为重症的牙周病所致。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叙述。为什么说奇怪呢？因为第一点呢，小花梅这次她被送去这个治疗，她进的是精神病院，对吧？而精神病院我们都知道，它是不可能有专业的牙科大夫在那儿的。
常识呢都告诉我们，凡是住过医院的人都知道，说普通的入院检查，它一般呢也就是检查一下心肺肝脾的这个像听诊啊，还有门诊啊这样的一些常规检查，可能还要加上血常规啊、肝肾功能的检查，有的可能还会加上一个 B 超，也就是如此而已。我如果要说是有一家精神病院啊，他在入院检查的时候就有这种牙科专家对他的牙齿去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并且迅速的又得出了说这是牙周病造成他的满口牙齿脱落的这个结论，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对医疗系统有一定了解的人来说，我是头一次的听说的。而且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牙周病啊，它导致个别牙齿脱落，这个是正常的，这还得是非常严重的牙周病。但是对徐子巴这样一个明显是处于壮年阶段的年龄的人来说，说他因为牙周病就导致满口的牙齿尽数的都脱落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当然呢，也因为这个领域它是非常专业的，如果说有了解这方面情况的朋友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来共享信息。此外呢，这个官方啊，他既然是承认了徐子巴说他在进入董家的时候就已经是有精神病了，那么这就是等于说一个不具备自主行为能力的女子是这么一个人。那么根据这个董志明与他结婚，他就明显的已经具备了一个强奸的嫌疑，对吧？还有鉴于这个江苏的地方政府与此案他们是利益关系密切的，对于徐子巴一案相关的这个 DNA 的鉴定结果呢，我个人是持不予采信的态度。要知道啊，截止到目前为止，仅仅只有新华社对外部的主任叫做韩松的这么一个人，以及呢还有一家官方媒体叫做法制日报的，他们在微博上有贴出了评论徐子巴事件的文章，但是呢先后都被迅速的删除掉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对徐子巴事件的维稳力度呢是中央级的。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大众要想真正的得到真相是什么，我是不太乐观的。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民间所传出的一些信息呢，有一位名字叫做李大成的四川南充人，他呢有公布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并且表明了说自己就是这位失踪女孩李莹的亲叔叔。鉴于李莹的父亲李大忠，也就是这个李大成他的哥哥，已经去世多年了，那么他现在呢是正式的向公安部的刑侦局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呢去提出了一份申请，就是要求要重新采集李莹亲属以及这个徐子巴的二者的 DNA 的样本，送交到一个有公信力的机构去进行比对。那么这个身份证号呢，我是有进行过查询的，结果是显示他的确是来自四川南充的一位出生于1967年的男性公民。而这个大陆呢，还有一个持续的在跟踪徐子巴事件的民间团体，叫做骄傲女孩的。他们在徐州官方通报公布以后呢，立即就有发布了一份信息，就说他们其实在很早的阶段就已经取得了徐子巴的血液、头发以及鼻腔的样本，而且呢已经是送出了中国的国境了。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说他们在计划着寻找海外的可信机构来进行一个 DNA 的鉴定。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徐子巴事件它的影响力呢，其实仍然还在不断的发酵之中。虽然当地政府呢有这种全面掩盖、想要大事化小的嫌疑，但是呢，我们看到在一片黑暗之中呢，仍然还是有坚守光明的人在行动的。就像我们上次讨论的这个事件呢，它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一个普通的拐卖妇女案件的范畴。我还是那句话呀，就是说，如果这一次的这个案子的真相它被彻底的掩埋了，那么这个就将会成为中共政府对贩卖性奴的一种公开的鼓励和支持的标志了。从此以后，所有家庭的女儿可能都将随时成为待卖或者是待宰的羔羊，不会再有任何安全可言。好的，剩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在冷清中开场，而且已经举行了第4天的冬奥会。尽管当局呢，我们看到是开足马力要杜绝一切可能影响冬奥会的所谓负能量的信息，但是就像我们多次讲过的这个物极必反的道理，
说中共呢，他越是不择手段想要绝对的去控制什么呢，他反而往往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这就是老百姓经常说的，你怕什么呢？就往往会来什么。习近平呢，他一心想要把这个冬奥会打造成为一个宣示中共已经强起来的宣传大会。为此呢，不但让张艺谋是2度的执掌这个开幕式的设计，还不惜呢强硬的驱赶西方记者，让驻美大使发出一种战争的声调，甚至呢还高调的在冬奥会的开幕当天与普京呢是一口气就签署了15项合作的协议。力图呢想要营造一个我也是不好惹的这么一个强人形象。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呢，几乎是无一例外都收到了反效果，让习近平从冬奥会一开幕就接连的受挫。一次受挫，我们可以说这只是一种工作的失误，是一种偶然。但是呢，如果说接连的出现一系列的受挫，恐怕这背后它体现出来的就是某种趋势，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某种天象了。中共遭遇的第一大挫折，或者说是第一大凶兆吧，我们这么说，它就是开幕式的导演张艺谋整个设计核心的元素，它叫做一朵雪花的故事。这个张艺谋呢，他对着媒体曾经有特意的引用了“燕山雪花大如席”这句著名的唐诗来总结这朵雪花的故事，说通过让全世界都相聚在北京共同组成一朵巨大的雪花，来表达了一种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一起向未来的主题。那么在这个开幕式的表演上，我们看到张艺谋他还特意的设计了在鸟巢的中心又出现了一朵巨大的雪花图案。这个图案呢，它被人民日报还以太美了，鸟巢上演燕山雪花大如席作为标题来进行了多图的报道。我们之所以说这个是一种大凶之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源于张艺谋他在把这朵大如席的燕山雪花呢，它比喻为是建都北京。我们都知道北京过去也称为燕京嘛，就是建都北京的中共用这种天下一家一起向未来来比喻万国来朝中共来领导了世界的新秩序了。就是说借用奥运会来表达一种政治象征的这个算盘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不奇怪的。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个所谓的一起向未来，它其实就是习近平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件马甲，对吧？但是问题在于呢，张艺谋他和人民日报不可能说都不知道燕山雪花大如席这句诗呢，它是出自于李白借着乐府的题材所写的一首古诗，名字叫做《北风行》的。这首诗它的全诗通过对一位依门望夫的幽州思妇，就是思念的思，妇女的妇，思妇嘛，因为丈夫战死而陷入到了一种孤寒枯寂的这么一个处境，这种心境它的描写。同时呢，它也勾画出了一幅北风怒号天上来，雨雪无边恨难消的这么一个乱世惨景。北风行呢，它是成事于唐玄宗的天宝11年的秋天，在当时呢，李白是游历了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一带了，了解到当时这个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他为了邀功媚上呢，是不断的挑起边境的战争，导致呢百姓陷入到家破人亡的惨景之后呢，他就写下了这首诗来揭露和抨击安禄山的罪行。那么仅仅是在3年以后，也就是天宝14年，安禄山就从范阳正式的起兵造反，揭开了大唐由盛转衰的这么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的序幕。所以呢，这句燕山雪花大如席呢，它从来就没有任何张艺谋嘴里所说的那个什么空明浪漫的色彩。相反呢，这句千古名句它所表达的是一种悲戚孤苦，是未亡人的一个血泪的控诉，与诗人想要表达的满腔的悲愤。这绝非是盛世的象征，而只是一种败亡离乱的之兆。以张艺谋长达2年多的一个筹备策划的时间，他不太可能说连这么重要的创意主题的原始出处他都没有去查阅清楚。所以呢，只能说无论是张艺谋本人还是党媒，他们渲染这个燕山雪花是如何的美丽浪漫，
都很有可能呢是有意的在断章取义的愚弄大众。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他更有可能是愚弄习近平，就是欺负他没有读过李白的原作嘛。毕竟呢，就说你哄骗不了大众呢，他不重要，只要能够哄骗了习总一个人，让他高兴就行了，让他以为这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这个创意设计是充分的体现了你看我们大国气派，这个倍有面子，这就成。至于这个胸罩不胸罩的，他无所谓，反正像长津湖这样的败仗呢，都可以翻拍成党国的一个伟大胜利，把古人对战乱死亡的这种悲愤的控诉呢，创造性的解释成这是一曲盛世的赞歌，这当然也就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了吧。那么中共所遭遇的第二大挫折呢，是普京和习近平的会面。这一次会面呢，他是被普京提前的写信称赞为说这是中俄关系的新纪元，同时呢，也被中共外交部呢是喜形于色的宣布说中俄两国关系是上不封顶。西方有一部分媒体呢也开始在担忧中俄是否真的是有结成一种战略同盟来对抗西方的意图。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普京对这一次会晤的结果他是非常满意的，这个可以说是正常的，因为呢，他这次前往北京呢，至少是有2大收获。第一呢，就是他成功的把习近平拖入了乌东乱局，让北京呢是首次的公开支持了俄罗斯在北约东扩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第二一点呢，就是他与习近平呢是一口气签署了价值达2000多亿美元的左右的这么一个商贸协议，是15份协议。他得以呢向中国去出口大量的石油、天然气，还有小麦等等这些大宗的农产品。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呢，普京只不过是简单的重申了一下此前已经多次说过的我们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的这么一个立场而已。对于第一点呢，普京可以说是凭空就得到了一块外交上的筹码。因为习近平他放弃了此前对克里米亚和乌东问题的一种偏中立的立场，去公开的支持俄罗斯，他其实就等于放弃了中共与乌克兰的关系，还有牺牲了很大一部分的中共与北约的战略关系，等于就把自己置于与乌克兰和北约都比较敌对的这么一个位置上了。可以这么说，如果说北约是正愁想要介入到中美在印太区域的战略竞争，而又缺乏一个很恰当的理由的时候呢，习近平主动的递上了一把刀子，这无疑可以说是中共在地缘战略资产方面的一个重大的损失。而普京呢，我们看到他除了重申说反对台独，并没有在南海东海等等这些中共视为自己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有任何的支持性的表态。而且普京在可以说是满载而归的情况之下呢，居然都没有赏脸去参加习近平精心准备的豪华惊人的那一场晚宴。这个就只能够说明一点了，就是中俄关系它的实质呢，其实是中共在向俄罗斯靠拢，它远比俄罗斯向中共靠拢要多得多。这显然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结盟。那么对于第二点呢，可能很多人都有注意到了，就是这次双方的那个大宗商品，它的贸易商定呢是使用欧元来结算的。这个就意味着双重的含义。第一呢，中俄双方彼此呢都在为日后可能会遭受美国严厉的制裁而预留后路。第二一点呢，就是习近平他当然是信不过俄国的卢布，而普京呢更信不过中共拼命想要推广到国际化使用的人民币，所以只好大家各让一步。那么第三大挫折呢，就是开幕式的当天呢，河南公共电台的记者他在这个直播连线的时候，被中共的一位便衣人员给强行的拖拽，就驱离了直播的现场。这个只有28秒的视频，在当天就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受到的关注度甚至可以说都超过了冬奥会的开幕式。也就是说呢，中共投入了数百亿打造的冬奥会的一个宣传效果呢，基本上就被这28秒的视频给抵消了。因为它让全世界都通过那个现场直播的镜头看到了，而且是非常生动直观的方式看到了中共鼓吹的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管控。
像这些可以说是当头一棒的这种事件呢，它都可以说是一种不吉之兆。我们都知道，过去古人呢有那种极其贫困的家庭，当他无力体面地安葬自己死去的亲人的时候呢，往往都只能裹席而葬，就是说用一床这个席子呢，简单的包裹一下就下葬了。李白写这个燕山雪花大如席呢，也许呢就有以此来寓意那些战死者无人收尸安葬，所以只有大片大片的雪花去掩埋他们的这种惨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冬奥会的这个主题设计它或许真的是在冥冥之中预兆了中共的未来。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